原来《三国演义》里记载了这么多诡异的事件，这些事件的诡异程度简直令人毛骨悚然，其中部分情节还遭到了删减。承接上一篇内容，这一期我们继续来解密三国诡异事件。发过毒誓的人都知道，不要轻易去发毒誓，因为很可能会应验。孙坚就是如此，因为一则违心的毒誓，他自己搞死了自己。事情源于18路诸侯讨伐董卓一回，孙坚率领部队率先攻入皇宫，机缘巧合之下，他在一口井中得到了传国玉玺。当看到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这8字铭文时，孙坚便起了私心，于是便不顾与袁绍等人的盟约，要返回江东称帝。然而这一消息很快就被袁绍得知，袁绍随即命令孙坚交出玉玺，但孙坚矢口否认。为了消除袁绍的怀疑，他还对天起誓，若自己真的独吞了玉玺，将来有一天必将会死于刀剑之下。结果一语成谶，在返回江东的途中，孙坚中了刘表的埋伏，被乱箭射死。这种因果报应的诡异联系，让人不禁对命运的无常和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感到敬畏。正所谓什么样的父亲便会教出来什么样的儿子，孙策跟他的老爹孙坚一样，性格偏激，行事容易冲动。在建安3年，孙策不顾众人劝阻，执意要杀死一个老道，结果自己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首先，这名老道名叫虞吉，由于会呼风唤雨，被当地百姓称作为半仙。要说这位半仙并没有干出什么坏事，还帮助当地解决了干旱问题。但孙策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，认为虞吉是在招摇撞骗，蛊惑民心。眼见众多百姓都为之跪拜，孙策无法容忍，于是亲手将虞吉处决。然而自此之后，孙策便噩梦不断，他常梦见虞吉浑身是血地站在床前，那阴森的目光似有无尽的怨念与仇恨，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。每一次孙策从梦中惊醒，冷汗都湿透衣襟。就这样，孙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恍惚。这天就在他洗脸照镜子时，发现镜子里映出来的竟然是虞吉的面容，那面容还朝着他微笑。这可把孙策吓了一跳，顿时跌倒在地，导致旧伤迸裂，没过一会就咽气了，年仅26岁。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起事件，倒是虞吉能请来大雨，可能是出于巧合，说不定那天刚好就要下雨。然而孙策对于他的处理方式实在是有些偏激，不应该直接把他杀了。须知在正史中，虞吉常为百姓治病，甚得民心，孙策把他杀了就是在违背民意。至于他常梦到虞吉所命，这可能就是心理作用导致的。所谓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想，孙策可能也意识到自己杀虞吉会遭报应，再加上自身本来就有旧伤，情绪不能过度激动，结果最终他还是自己把自己给吓死了。据说关羽死后，他的魂魄不散，一直在玉泉山一带游荡。这天有个叫普净的高僧正在庵中坐禅，忽然听到空中有人大呼：还我头来，还我头来！普净和尚抬头一看，只见关羽骑着赤兔马，手提青龙偃月刀，在空中飘荡，像是在找仇人索命。于是高僧普净便以佛法点化关羽，他对关羽说道：今将军为吕蒙所害，大呼还我头来，然颜良、文丑、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，又该向谁索要呢？关羽听后恍然大悟，遂皈依佛门，后来多次在玉泉山显圣护民，而后人为了感谢关羽的功德，遂为其立庙，供奉香火。这就是关公玉泉山显圣的故事。虽然这听起来比较玄幻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关帝的英勇形象早已深入人心，他的故事和传说可以说是代代相传，家喻户晓。而我想，这主要是因为关羽身上那忠义双全的品格，毕竟千百年以来，能做到像关羽那样把忠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屈指可数。所以无论是历代帝王还是平民百姓，都非常的尊崇关羽，还把他视为是忠义和勇武的象征。而除了还我头来这个片段以外，演义中还描述了另一个关羽显灵的诡异桥段。当时孙权在宫中为吕蒙设了一场庆功宴，然而酒过3巡之后，吕蒙突然摔杯在地，随即怒目圆睁，站在孙权位上大骂道：闭眼小儿，自然数杯，还认识我吗？吾自汉梁出山以来，纵横天下30余载，因被你用奸计害我于死地，生不能吃尔之肉，死要追尔之魂。你是何人，敢在此作乱？我乃汉寿亭侯关羽，关云长在此。孙权看到这一幕吓坏了，以为是关羽显灵，连忙叫将士磕头跪拜。而这时吕蒙大笑几声后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，七窍流血而死。这段故事可能是过于吓人，不利于传播，所以老三国剧组在拍摄时进行了删减。前日吴侯夜宴庆功，吕蒙突然大骂主公，随即大
倒地身亡。我看这必是关将军阴魂不散，附体于吕蒙所致啊。不过还好，其他版本的三国影视剧里保留了这个片段，而作者之所以设计出这样的片段，就是为了突出关羽的影响力，增强这个人物的传奇性。毕竟关公他那个时候已经被封神，民间也流传着不计其数有关关公的传奇故事。诸葛亮是继关羽之后又一个被神化的三国人物，但更多人是把他当作智慧的化身。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是丞相一生的真实写照。秋风舞丈原这一集，当800万弹幕齐刷刷的滚动的丞相保重这一幕时，我才明白国人对诸葛亮的情感是何等的情真意切。网友们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丞相的崇敬和缅怀。据说诸葛亮下线后，老三国的收视率断崖式下降，后面的剧情都不想看了，所以很多人也就没有注意到武侯显灵这一段故事。这也是老三国唯一保留的灵异情节。事情发生在魏晋元4年，当时钟会引兵进攻蜀国，路过定军山时天色已晚，钟会只好命令将士在山下扎营。结果刚进入深夜，定军山一带便闹腾了起来，只听战鼓累累，伴随着阵阵喊杀声，仿佛有千军万马在激战。钟会在营帐内听到声音后，以为是敌军来袭，于是急忙下令部队准备迎战，但却不见任何敌军的踪影。就这样喊杀声整整闹腾了一夜。但这还没完，就在当晚，诸葛亮还托梦给钟会，告诫他在攻入成都后务必要秉持仁慈之心，不可滥杀无辜。钟会惊醒后，发现营帐外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叫过来下属一问，才知道原来这里是诸葛亮的安葬之地，自己和大军肯定是惊扰到了武侯的英灵。于是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便率领将士前往诸葛亮墓前祭拜。吾乃诸葛孔明是也，今有片言相告，虽汉室已衰，天命难违，然两川生灵，横离兵革，实堪肯。望将军入境之后，切勿妄杀生灵，切勿妄杀生灵。祭拜完武侯墓后，钟会便按照梦中诸葛亮的嘱托行事，许多蜀国百姓因此得以保全了性命。而这个故事也体现出了诸葛亮的仁德之心。老三国之所以要保留原著中的这一片段，就是基于这个原因。至于其他事件，虽然听起来有些诡异离谱，甚至是荒唐，但要明白这些事件的背后其实寄托着作者最正向的情感，而这种情感既符合民间大众的审美，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要素。它便是这7个字：忠、孝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在罗贯中的笔下，恪守忠孝仁义礼智信之人，理当为世人所铭记；反之那些自信暴力、作恶多端且背信弃义之徒，则应遭受最为严厉的惩罚。所以这些事件虽然是假的、虚构的，但其中所蕴含的情感却是真真切切的，还望大家正确看待，相信科学，切勿迷信。